Hello，大家好。这期我们来看亚索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出装的上单亚索然后我们这次看一下它在中单位置的表现怎么样。之前有粉丝问过说这个装备可以拿来打中单吗？我说是可以的，只不过如果你打的不是很顺的话，需要你自己去调整一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就是他这一套符文和装备的搭配然后他这边打中单的话，他也会有一些调整像上次的常规出装就是那个石像鬼的板甲和这个复活甲，他打中路，因为可能控制太多，或者说这局对线不一样，选择做了水银弯刀和这个赤阳法袍。一个闪现 QA 没关系龙龟3级打2级的龙龟不虚，身上有不灭再点一个爆炸果实，对面像小丑一样，还想过来守塔，一个 Q， 2个兵线吃到以后往后拉回家，把吸血或者说把攻速鞋给做出来还是选择做吸血。到了赛季的中后期各种出装奇奇怪怪的出装也是会出现。对，没吹到。EQ 再 E 过来，再 E 过去，这戏耍大眼是属于是。龙龟来了，那应该活不了了。他好像没做吸血我刚刚看到有吸血，他应该是没点的，我是有点懵。他的出装好像没有吸血因为吸血的话一般就只有做银血和这个破败才会用到。好了，你们是不是突然看到了熟悉的那个身影？当年有一个录制的话，也是这种博主直接就跑去边路是断别人兵线的，干这种活的。然后对面上单说：“怎么我的兵线还没来？”就好恶心，你知道吧？那说实话，对蒙多来说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因为缓解了他的兵线压力，回伤体就压不了这个线。奥恩太惨了，应该活不下来吧？接应到，他准备过来打装备的吧？没有打给了打野，还以为他刻意过来给帮忙打的是装备了。
又来断了啊！死惨，原地回城。大眼来了，回不了了。吓人。这就是传说中的换线嘛。支援一下队友是吧？支援到2塔去的，1塔还没掉呢，已经支援到高地位置了。那已经算不能算说是2塔了，那是高地位置了呀。这样的话发育会非常的快，而且奥恩很懂，直接过来帮忙打装备。靠，他们是5排的吧？啊，有了火炮以后，这个刷线能力非常快。然后你要判断对方什么时候兵线来，你只要看到自家兵线到哪个位置就可以了，因为这种是镜像的嘛，两边的小兵移动速度也是一样的，不可能说这边慢那边快什么的。我天，全是控制，太惨了！哎，不是他们一次真是一个个过来送啊，然后 EQ 3杀到手。就其实就是那样子吧，也可以说，就是说，如果你队内有大哥的话啊，就怎么说呢？你虽然说有点歪理了，就是比如说对面两个假如哦，你面对了2种选择，一个是两个人你1打2，然后对面2个是5000经济，然后另外一个是对面1个人，然后1万经济，然后你就7000经济的样子。你少对面1件，懂了吧？然后对面还是个大哥，我天，那你将会很难受。特别是亚索这英雄装备成型以后，你就很难受了。2件套开始各种吸队友的血，但这种仅限于5排啊。这皮肤手感是真好啊，看起来很帅啊。而且手感都很不错，看着就不错哎。来了，这魁伤铁以为自己够肉，能打一打，其实他扛不太动。奥恩来了，奥恩有大招的，没有叫羊。哎，现在应该准备叫了吧？也不叫，啊，叫了。这还不如早点叫，拖那么久。吹起来，接大招上来，没了，太痛了呀！他这个自从版本的，就是说AP 装备改版有法强够，就是变高以后啊，对大虫子来说就是加强，因为大虫子大眼的话，他的印记伤害直接就是真伤，完全就没必要说我要吃什么就是那个法穿什么的，完全不需要。哎，我打出来都是真伤，有什么用？只要法强够高，他就够强。所以现在现在吧，甚至现在 AP 大虫那个大眼在 AD 位的表现都是很不错的。而且他刷线还是蛮快的，只要蓝量够的情况下，你要稍微控蓝啊，1级就学 W 啊，2条 W 加，兵线就少一半血了，然后平 A 2下结束，又开始越塔，又送一个。但你要是吃经济这么送，说实话就不太理智了啊。
不过确实要给点人头给对面，不然的话观赏性就不好了，对不对？我怀疑他就是故意的，因为对面有猫咪啊这种回血啊，一下子就给他把血量抬上来了，所以打猫咪这些的话就必须得做绿穿。如果对面没什么回血的话，就可以直接做红穿。所以这就需要你自己去做判断咯。射手死了，在脸上曲线救国属于是啊，围魏救赵，这个典故你们知道吧？来了 ，EQ 有了重伤就不一样了，叫你回来，还把血量抬起来，这个血量越不了塔了，得等兵线先进。重伤做出来以后，这猫咪就废了。大穿甲做出来，打人更疼了。这里掰过来，射手应该是活不了了，还得是老黑啊！Q 一下 A 一下，大招接起来，对面反伤反的太痛了，差点这个血量都见底了，抬不上来，你知道吧？因为对面有小反甲，加上这个龙龟他自己的一个反伤，很疼的。又帮忙打装备，那这样的话其实都可以不回家了，只要能血量抬得上来的话。谢谢大家哦，有穿甲。对面好痛，控制有点多，又烫死了一个。这局控制太多的话，就可以选择做水银，只要有水银，把一波的那个控制给解掉，对面就没办法了。如果其实按那个亚索来说的话，亚索这个英雄其实当时出来以后为什么这么火，就是因为在高手手里面他的伤害是停不下来的，你知道吧？但就是太吃个人实力了，这个英雄玩得好跟玩得不好真的是两个英雄。你在手游的永恩其实都还好。我敢相信，现在很多那个粉丝应该看了不少永恩的视频以后对永恩这个英雄其实都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应该都能上手玩一玩了，不至于像以前一点都不懂，甚至都不懂得怎么去打这个英雄，是不是？我知道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水银弯刀的话也是有吸血的，好像差点把这个给搞忘了，它是有物理吸血的。控制太多了，只能交闪现跑。威恩强行过来追，这版本射手玩的真难受，队友已经开始吐槽起来了。那确实是这版本的是比较难受的。这里辉耀美德直接叫嘛，那就可以操作起来了。慢一点接大招。回肠体，这伤害
有点爆炸呀！大招命中了，但没人补伤害给大眼。就其实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这个就是奥恩的这个被动给他的话，他不回城，他的血量啊其实不是很健康的，所以可能只有打野位会比较适合。为什么？就是说打野的话可以一组野怪或者几组野怪，他就能血量给抬上来。但你如果是线上的英雄，你打野怪的话，你没有惩戒的话，它那个回血效果就没那么多，只能靠装备的一个吸血。就差一些东西。对面全是针对亚索的人，出装什么反甲啊，太惨了。确实啊，你这样子吸不上来。兵线的话，它又只有神分跟这个水银弯刀的一个吸血。你像破败的话，还有那种全能吸血，另外一回事儿。先找机会，要先杀这个薇恩。哇，龙龟做个进场，这里找到后排，先秒后排。哦，对方闪现又拖了一段时间。啊，龙龟把小龙给抢了，这里 EQ 过来。薇恩有点肥，风墙一挡。还真不好杀。风墙一挡，嘿嘿，攒了个风，然后找机会，吹不到，可惜。但好像兵线进去 A 塔好像就可以赢了。有风墙挡住以后，黑屏，不让你看，哎。完了，人出来了，那得等下一波了，得打大龙。这边利用 Q 吸对方的血量，把血量给抬上来。就有个龙龟到后期肯定是顶不住的，但薇恩来的就不一样了。这一把必须得稳稳的把龙给拿下来，不然的话有可能要输的。对面好像不来，可以直接打到底都可以。两路高地的话，超级兵应该是能一波推的。薇恩复活啦，队友全死，这时候不能送啊！薇恩追人追得很快啊！龙龟控制射手没了，剩下一个蒙多，无济于事。这一把准备要2打5了吗？2打4。对面奎桑迪应该也快复活了，2打5，有可能要挑战极限是吧？那这里的话，准备换破甲鞋啊，把破甲鞋给掏出来了。因为到这个时间点，攻速的话好像不太收益不是很高，是吧？这里接大招，梅维恩位置拉的特别好啊。这个猴子已经可以跑了的，闪现 Q 上来，把维恩秒了，对面没什么伤害。这时候只要维恩一死，亚索谁都不怕的，可以完全追着对面的大眼去打伤害。E 过来，再接大招，破甲有的。E 过来 ，QA， 攻速还是比较慢了。如果说你换平时的话，那个攻速会更好看。那行，第一局的话险胜
差一点就被翻盘了。然后第二局还有，但第二局是输了，你们可以看一下是怎么输的。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拜拜。